最近有朋友问，美股为什么能走出十几年的长牛？是不是因为美国的公司都特别诚信，从来没有造假？其实这个想法可是个误区。美股并不是没有造假，相反，它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造假案例，而且一个比一个惊心动魄。比如说安然、世通这些公司啊，那当年可都是家喻户晓的巨头，最后呢，却因为财务造假轰然倒塌，高管被判了20几年的刑期。真正让美股走出长牛的，不是因为他们的上市公司没有造假，而是因为造假在美国几乎没有活路，一旦被查实，公司会退市，高管会坐牢，投资者还能发起集体诉讼，几乎把造假的空间压缩到了最小。那今天这期节目呢，我就给大家讲清楚美股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造假案，美国的监管机构是如何铁拳出击的，为什么这种严厉的监管反而成就了美股长牛的重要支撑。看完了今天的节目，我相信大家会明白，美股的长牛背后不只是企业的创新和资本的推动，更是一套监管的铁血规则。说到造假，咱们先来看看美股历史上最典型、最轰动的几个大案。时间回到2001年，安然曾经是美国第7大公司，被誉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企业。安然公司最初是一家传统的天然气管道运输企业，成立于1985年，总部在美国德州休斯顿。当时它拥有全美第2的天然气管道网络。进入90年代之后呢，安然开始转型，逐渐从一个卖天然气的公司变成了全球最大的能源交易商。它开创了天然气、电力等能源的远期合约和衍生品的交易市场，做的不仅是能源的实物交易了，还提供价格对冲和风险管理的服务。鼎盛时期，安然的年营收突破了1010亿美元，被誉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公司。但问题是，它的很多业务啊，其实并不赚钱。为了维持增长的假象，安然利用复杂的金融工程，把亏损呢转移到了特殊目的实体 SPE 里面，把几十年的未来合同的利润一次性计入了当期的账面，让它的财报看起来是蒸蒸日上，但是它实际上的现金流呢已经千疮百孔。与此同时，安然还疯狂的多元化，涉足了光纤网络、水务、可再生能源。看上去它是一个环保先锋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它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财务骗局了。他们用复杂的财务操作，把债务转移到了子公司里，把亏损化妆成了盈利。账面上的利润是蒸蒸日上，但是实际上呢，根本经不起调查。安然公司虚报了几十亿美元的利润，加隐藏了250亿美元的债务，加上虚增了上千亿美元的营收，最后纸包不住火，公司轰然倒塌，2万名员工失业。在2000年的时候，安然的股价最高接近90美元，市值超过了600亿美元。很多美国的退休基金、大学捐赠基金等都重仓持有。结果2001年财务造假曝光之后，它的股价一下子跌到了不足1美元。短短1年之间，投资者累计损失高达740亿美元。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？相当于当时中国1年的财政赤字总额。很多美国普通人辛辛苦苦攒下的养老金，一夜之间就化为了乌有。安然案震惊了世界，他告诉投资者，哪怕是华尔街的明星企业，也可能是假账在撑门面。2002年，美国第2大电信公司世通被曝虚增了110亿美元的利润。要知道啊，那个时候的世通公司被称为互联网时代的巨头，但是2002年爆出虚增利润110亿，它的造假规模比安然还要大。结果呢，股价从高点时候的每股64.5美元直接归零，市值蒸发超过1800亿美元。世通迅速破产 ，CEO 被判了25年的刑期，但是投资者损失惨重。这是美国历史上投资者损失最惨烈的丑闻之一。所以你看呢，安然和世通的造假不只是公司倒闭，而是让无数的普通投资者倾家荡产。美国呢，因为有养老金体系，很多老百姓并不炒股，而是通过他们的养老金间接投资。结果呢，这些基金大规模的踩雷，很多美国老百姓的退休金、教育金都打了水漂。这也是为什么在这2起丑闻之后，美国社会强烈呼吁监管改革，最终呢催生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以及更加严格的美国审计监管。用一句话总结，就是巨额的损失换来了铁血监管，
美国从此对会计造假的监管全面升级。最近几年还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，2020年，美国的电动车公司尼古拉打着特斯拉挑战者的旗号，股价一度飙升到1000亿美元的市值。后来被爆出他们的宣传片造假，所谓的氢能源卡车其实根本没有动力，而是靠山坡上溜下来的镜头呢进行营销打广告。消息一出，股价暴跌，创始人被起诉，最终被判刑。这说明即使在新能源和 AI 这样炙手可热的赛道上，造假依然会被市场和美国的监管无情的清算。所以朋友们，美股上不是没有造假反而是造假案比比皆是，而且还有一些呢是世纪大案。但是关键就在于美国上市公司的造假从来没有好下场，要么破产，要么退市，高管锒铛入狱。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问题：美国的监管机构到底是如何发现并且处理这些造假的？为什么他们能惩罚的这么狠？要知道，美股之所以能走出长牛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造假，而是上市公司造假的下场极其惨烈，背后靠的是一套铁血的监管体系。SEC 被称为美国证券市场的守门人，它就是美国的证监会，它的权力非常大，可以直接调查上市公司的财务、传唤高管、冻结账户。一旦发现证券欺诈， SEC 会立刻提起诉讼，还能和司法部门联手把案件呢移交刑事处理。所以在美国，谁敢在资本市场撒谎，就等于把自己要送到了法庭。第二个部门呢是 PCAOB， 是会计师的监管者。2002年世通安然案之后，美国成立了 PCAOB， 就是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，它专门盯着会计师事务所，确保审计独立性。如果会计师敢和公司勾结做假账，那这个 PCAOB 可以吊销事务所的执照，甚至追究法律责任，这就堵住了审计配合造假的漏洞。第三个呢，就是美国的司法部，它负责刑事案件。美国和中国最大的不一样也在这里，在中国呢，造假公司过去一般只是罚一点钱，或者要求退市，顶多呢高管进入市场5年。但是在美国，造假可是刑事犯罪， CEO、CFO 是要进监狱的。比如安然的 CEO 被判了24年，世通的 CEO 被判了25年，尼古拉氢能源车的创始人被判了11年。这种判刑的力度足以让所有上市公司的高管们心惊胆战。第四个呢，就是美国投资者的集体诉讼。除了官方美国还有一个强力武器，就是股东可以集体诉讼。一旦发现上市公司造假，投资者可以集体发起起诉公司和高管的案例，要求巨额的赔偿。律所呢会无偿代理，最后从赔偿金里面拿提成，这就让造假公司的代价更高了。不仅要被罚款退市，还可能会赔光现金流，甚至彻底崩盘。当然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，就是监管机构的人从哪里来，怎么选拔的，他们有什么激励和约束。而这也确实是导致 A 股和美股市场监管效果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咱们先来看看美国的监管机构是如何选人的。SEC 呢，就相当于美国的证监会，监管证券市场，它的主席和委员是由美国总统提名的，参议院批准，任期5年。SEC 的工作人员大量都是来自于华尔街的律所、投行、会计师事务所的资深专业人士，招聘市场化，薪酬比联邦公务员的平均水平要高。离职以后呢，他们大多数会再回到大投行、大的律所担任合伙人，也就是咱们俗称的旋转门。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 SEC 内部聚集了大量的法律、财务、投资实务背景的专家，他们的专业能力非常强，懂得资本市场的复杂玩法。如果咱们对比美中两国监管人员的差异，我们就会发现，首先从专业能力上来说，美国的 SEC 它的大量官员是来自于市场的实务专家，他们熟悉金融工具的复杂玩法。那中国的证监会呢，公务员化色彩浓厚，缺乏资本市场的一线经验。第二，我们来看一下独立性。美国的 SEC 虽然是总统提名，但是它的主席也是要党派制衡、参议院批准的，形成一定的独立性。那中国的证监会呢，隶属于国务院，服从行政命令，独立性较弱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激励和约束。美国的 SEC 监管人员知道未来可以去华尔街拿100万美元年薪，因此更看重在职期间的职业声誉。
而中国证监会呢，它的薪酬体系是参照公务员的，激励非常有限，更强调的是政治安全，也不鼓励离职之后呢去加入市场化的机构。监管官员的激励机制确实是美股和 A 股监管效果差异巨大的关键根源之一。从薪酬水平上来说呀，美国 SEC 官员年薪通常在15万到25万美元之间，折合人民币呢就是100万到180万元之间，高于一般的美国联邦公务员。SEC 的主席或者是委员年薪一般在20到25万美元左右，虽然远远低于华尔街投行动辄100万年薪的起薪，但是对于美国的公共部门来说呢，也不算低了。那美国华尔街那些市场大咖为什么愿意去监管机构 SEC 呢？主要有3个原因啊。第一就是声誉和简历的加成。如果能够在 SEC 做过委员甚至是高管，那是极高的职业认证了。离开 SEC 之后，很多人还是可以被华尔街的律所、投行、基金公司高薪聘用，年薪直接几百万美元。这种现象叫做旋转门，就是在监管机构然后跳槽去市场，身价倍增。第二个原因就是权力和影响力。在 SEC， 你有权利调查、起诉华尔街的巨头，这种职业的荣誉感、影响力，在很多精英看来呢，比短期赚快钱更有价值和吸引力。第3个原因呢，就是政治资源。SEC 呢属于美国的独立联邦机构，高级职位是由总统提名、参议院批准的。担任 SEC 的高层，意味着你进入了华府核心圈层的视线。未来，如果你想进入政府的更高职位，比如说财政部、白宫，那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台阶。很多人不是放弃赚钱，而是他要换一个更高杠杆的赛道。短期赚钱少了，但是你的声誉、你的资源、你的后路都更加宽广了。刚才我们提到的旋转门现象，在美国是合法的，这其实是美股监管文化的一个核心特征，就是监管者和市场之间呢是频繁的流动的。美国的观点认为啊，这种人员流动呢是有利也有弊的。利的一方面就在于监管官员的专业性肯定是提升了，市场精英进入监管部门，让 SEC 能够听懂复杂的金融创新，防止外行管内行。公职人员离职回到市场，则能够带来监管的视角，提升合规水平。当然有弊端，就是潜在利益冲突。有人担心了，今天罚你，明天我就去你公司上班，会影响公正性，也可能导致 SEC 过度宽松，避免得罪未来可能的雇主。所以美国的做法是承认旋转门这个现象不可避免，那通过增加冷却期和披露制度来降低潜在的利益冲突。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吧。玛丽夏皮罗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的 SEC 主席。她一开始呢是在政府当监管官员，后来就跳槽去华尔街的自律组织 FINRA 当 CEO， 之后呢又被总统提名回到 SEC 当主席了。她就好像是一个市场和监管之间来回的穿梭者，她非常清楚华尔街的玩法，也清楚监管的漏洞在哪里。所以他在 SEC 的任期之内， SEC 大力推动了金融公司的合规改革。美国监管的官员呀，往往不是从毕业到官员这样简单的书生路线，而是玩过市场的人。第二个例子呢是杰伊·克莱顿，他是特朗普时期的 SEC 主席，上任之前是纽约顶级律所的合伙人，专长就是帮企业做 IPO 跨境并购。那你一定听过他的一些客户的名字，比如说高盛和中国的阿里巴巴。一个帮公司上市的律师，突然之间就变成了管上市公司的主席，这是典型的旋转门。他太懂资本市场的规则了，因为这些规则都是他亲手帮客户钻过的。有人批评他对华尔街太友好了，但是不可否认，正是因为他懂市场，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漏洞，什么是该监管的重点。第3个例子呢是加里·根斯勒，这是现任的美国 SEC 主席，他的履历更加精彩。年轻的时候是高盛的合伙人，在金融市场摸爬滚打多年，后来进入美国财政部担任官员，再去麻省理工学院教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课程，最后呢，拜登提名他当 SEC 的主席。正因为他有金融从业的背景，所以在加密货币的问题上，他曾经开口说，绝大多数加密代币都属于证券，需要 SEC 监管。这句话当时直接震动了整个加密市场。他的案例说明，监管者本身就是从市场里出来的人，所以他们懂得如何对付市场的新玩法。所以朋友们，美国 SEC 的官员往往有2个特点。
首先，SEC 永远不会外行领导内行，他们用老狐狸去抓小狐狸。所以，为什么美股造假的公司往往没有活路？因为盯着你的监管官员，很可能昨天就是华尔街的顶级律师和投行家，他们比你更懂得怎么去玩账。监管者知道市场怎么玩，所以就能精准的卡漏洞。而这些官员在任职期间，越是敢开罚单，越是敢打击造假的人，他离任后在市场上的声誉就越高，他的身价也越高。但是在中国呢，证监会的官员呀，大多数是公务员体系出身，薪酬有限，以仕途导向为主，缺少真正的市场实战经验。中国证监会的干部呢，属于公务员序列，不允许随意跳槽到券商、投行等受监管的机构。一旦离开体制，也多是转向学界、研究机构、国企、金融岗，而非直接步入市场。这种禁止流动就减少了利益冲突，当然也会造成监管人员市场经验不足，专业性相对较弱。这就是为什么 A 股的监管更倾向于行政维稳，而美股的监管呢，则是专业出击。所以这也是美股能走出长牛市场，而 A 股呢始终是投资者信心不足，容易陷入波动的一个深层次原因。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美国如此严厉的监管反而让美股走出了十几年的长牛呢？我给大家总结了4个原因。第一就是震慑力，在美国，造假的代价退市、巨额罚款，甚至高管几十年的刑期，这种震慑力让绝大多数上市公司不敢轻易触碰红线。换句话说，造假不是低风险高收益的生意，而是一种高风险必翻车的事情。第二就是优胜劣汰了。造假公司在美股很快就会被清理出局，留下来的都是那些真正优质的企业。比如说安然、世通虽然倒下了，但是像苹果、微软、亚马逊、英伟达这种有真本事的公司不断的成长，最终抬高了美股的整体质量。第三就是投资者有信心。投资者最怕的不是波动，而是不知道规则。在美股，大家相信一旦有上市公司造假，一定会被抓，一定会被处理。这种可预期的环境让机构资金、养老金敢长期持有。第四就是长牛的基础，正是因为有铁血监管，美股才能够建立一个良币驱逐劣币的市场环境。几十年下来，留下来的公司越来越强，指数自然越走越高。所以很多人说，美股长牛的隐形支柱不是美联储，不是华尔街，而是透明和规则。你看呀，监管越狠，市场越强。这就是为什么美股能在过去十几年走出长牛，而 A 股却总被造假事件消耗投资者的信心。今天我们把美股的造假和监管机制完整的梳理了一遍。最后呢，我们来做一个总结。第一，美股不是没有造假，从2001年的安然到2002年的世通，再到2020年的尼古拉电动车，造假案是比比皆是。第二，造假在美股是没有活路的。SEC 查账，PCAOB 盯审计，司法部直接判刑，再加上美国投资者可以集体诉讼，几乎形成了全方位的天罗地网。那结果就是造假的上市公司不是退市就是破产，高管不是被罚款就是要坐牢。第三，美国的铁血监管反而让美股更强，它让上市公司不敢轻易造假，它让劣质公司尽快出局，它让投资者有信心把钱长期放在美股市场。长此以往，美股才得以走出十几年的长牛。所以，真正支撑美股长牛的，不只是科技创新和美元霸权，更是一套透明、公正、可预期的规则。牛市的基础不是情绪，而是制度。透明和规则才是资本市场真正的护城河。